白雪一片片落地。那这个你顺便帮我吃掉。我找到我的不动产风景了。江瑞，不告诉他的话，回头他从别人那里知道，又要哇哇乱叫了。听起来后果很严重，必须要及时告知。不过，不动产风景是什么典故？没什么典故，就是我和江瑞去欧洲玩的时候开的玩笑。而且，我想明白一个道理。是吗？就是这几天我们看了很多风景啊，可是再美的风景，匆匆看一眼就要走了，要头也不回的、毫不留恋的告别，因为它不属于我。突然文艺起来，急什么？我们都还年轻呢，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风景。什么鬼？不动产风景？对啊，写着你名字的不动产风景。哦吼，你不是早就找到了吗？林哥嘛，岛屿森林真的一动不动哎。是早就找到了，但是刚刚我写上了我的名字。今天我送你到火车站，明天下午你到苏州火车站接我，安排合理不？非常合理。那你快下车啊，要赶不上了。等等，还有件事。干什么？握手道别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中午你不是跟江瑞说，要在不动产风景上写上你的名字？不要骗人，来，写一下。听心跳加速的声音，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，安静呼吸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白雪一片片落地，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，爱在眼底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我在这。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，你微笑的嘴角就是真理，命运写好的剧情。Just you and me, just you and me。那早点睡，今天跑了一天。你也早点睡，你都跑了好多天了。好，
那晚安。第一次光明正大的说晚安。以前是偷偷摸摸说的吗？以前不够名正言顺，现在说早安和晚安，才不用担心是唐突和冒犯。从来不觉得是唐突和冒犯。这几天你不见了，还觉得怅然若失。以后每一天都不会消失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对了，明天去听讲座，你不要穿得太职场哦，毕竟听讲座的大部分是学生。还有着装要求？当然。人呢？刚刚研究了1分钟发型，怎么才能像大学生？什么发型？发个照片来看看。不发了，锅盖头。谁跟你说大学生就锅盖头啦？真的晚安了。好，真的晚安。锅盖头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从火车站接到你，到现在你已经笑一路了，这么难看？没有啊，已经是全世界最帅的锅盖头了。但是，最帅的锅盖头也是锅盖头呀。那怎么办？递下来，拿着。不这么严实，好像好一点。主要是给你看的，你满意就好。那就这样。哎呀呀！行，哎。
林玉森。习光，我收到你的信了。明信片很漂亮，你喜欢就好。你好像去了很多地方，敦煌、七彩丹霞、凉州，大概什么时候才回苏州？我现在在北京，本打算今天飞回去，天气原因航班取消了，现在正在去火车站的路上，买了一夜直达的票，明天早上到苏州。你还去了北京？来拜访一位医学界的前辈。哦，这样。北京回苏州，一般会经过无锡的吧？要不你在无锡下车吧？习光，你确定吗？你大概几点到无锡？我去接你。妈，我接个人。你去接谁啊？我回来再跟你讲。今天希光起得特别早，钻进厨房问我有什么吃的。我说给他下碗馄饨都等不及，吃了个包子，喝了几口豆浆就跑了。女儿长大了。好像出来的早了点。待会儿林雨森看见我在站台上等他，会不会很奇怪？跑到这里来接，果然还是太隆重了吧？要不现在跑回出站口？出站口在那边，我到底在折腾什么？哎呦！你靠近那一瞬间，风都变得有点甜。我假装在看旁边，其实心思全被你发现。咖啡冷了一点点，心跳却越来越明显。说你喜欢夏天，我只记得你那微笑弧线。
光。是啊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哎，你不知道，出站口太冷了，我穿大衣都要冻死，所以干脆就买了票到候车厅，有暖气的。然后既然检票了，我就跟着下来，不然少检一张票，火车没法出发怎么办？说的也是，聂小姐的票这么重要，不检火车怎么赶走？喂，我不是说9点吗？你还敢提？你是跟我说的9点，可是我查了火车时刻表，从北京过来的过夜车，一列是早上7点多到，一列是10点多，根本就没有9点呢。你干嘛骗我？他应该会说怕我起床太早太辛苦吧。我怕你说林雨森算了，太早了我爬不起来，你还是自己回苏州吧。我才不会这样呢。现在我知道了。给你，帮你带了小笼包，现在大概已经是小冻包。冬天打包这个好像有点奇怪，路上正好看见，就下车买了。你就当我一时抽风。看，怎么会？我正好饿了，我们找个店热一下。好，无锡的小笼包很甜哦。是吗？那很合适现在吃。走啦，出站口很多店都开门了。无锡其实没啥好玩的，太湖现在也太冷了，要么去看看灵山梵宫，起码那个顶还是很漂亮的，或者去三国城、水浒城，不然源头渚什么的。我一直觉得你会带我去看梅花。好啊，那就去梅园。梅园门票最便宜了，你帮我省钱了。我来开吧。不是不幸运的车技啊，我是真的不太信任你的车技。啊，走了走了，不然梅花都谢了。怎么开到太湖边了？前面有个路口，你开错了。路牌提示你走左边的道，你开中间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哦，我以为被鄙视的人是没资格指路的，而且我合理推测，你作为本地人，也许在走什么神秘捷径。
不要回头了，这里很好。什么？你看那边。所以，你一直以为2年前邀请你去看梅花的人是我。一开始在公司，你才会那样对我。是。那你后来为什么？明明在你心里，我曾弃你于不顾。身不由己。我找了很多理由说服自己。或许佳琪没说清楚，或许你那时候年纪太小，不敢面对这么沉重的事情，所以选择性遗忘。这在医学上也有过案例。又或者，你并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。当时佳琪介绍的是 Vincent， 又恰好忘记了我的样子，所以没能把我和2年前那人联系起来。我找了很多个原因，每个原因都有那么多漏洞。可是每个我都说服自己相信，否则我怎么才能放任自己再度追求你？一点都不感动。你问都不问我，就把黑锅扣在我头上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不是。可是希光，除了你，我没想过会是除你之外的任何人。自始至终，我没想过会不是你。对不起。